你有没有见过那种人，在所有人都慌成一团的时刻，比如计划突然被推翻，指责劈头盖脸砸过来，或者一切都不按你预想的方向走，他依然能保持一种安静的不慌不忙的节奏，不急不躁，不颤不抖，就像风暴中心那个异常平静的空白地带。你一定好奇过他的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天生如此，还是他学会了某种我们还不了解的思考方式？为什么有些人能在混乱中稳稳站住，而我们有时候会被情绪推着走，被念头压得喘不过气？其实那种在风中依然能稳住的能力，并不是什么特殊天赋，也不是感情的缺失，它更像一种大脑的体操场。而且好消息是，这套动作任何人都可以学，从你听到这句话的这一刻就可以开始。如果你也希望在未来的任何风暴里拥有这份安静的力量，请记得点赞并订阅这个频道，每一次订阅都是你为自己内心种下的一颗很小的定心丸。好，我们回到那个问题，那些总能保持稳定的人，他们大脑的运作方式和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可能以为他们是没情绪的人，但真相恰恰相反，他们能感受到的可能比你还多还强烈。真正让他们不一样的地方，不是情绪的有无，而是一套完全不同的思维习惯。而且这套习惯不是幸运儿才有的特权，它就像练肌肉一样，可以被我们每个人慢慢训练出来。那么我们先从最底层的那一个习惯说起。第一个习惯，他们懂得区分反应和回应。反应和回应听起来很像，对吧？但本质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反应是自动的，是大脑预设好的程序。有人骂你，你立刻火往上撞；犯了错，你马上想躲起来；遇到危机，你本能的恐慌。这些都是大脑里的杏仁核在瞬间拉响的警报，跟你的意志几乎没什么关系。它就像一台自动贩卖机，硬币投进去，饮料就一定会掉下来；刺激进来，情绪就自动弹出去，你根本来不及想，身体已经替你做出了动作。而回应则完全不同，回应是在刺激和反应之间硬生生切进去的一个暂停键。你会停一下，看一看眼下到底是什么情况，想想自己有哪些选择，然后挑出此刻对自己最有利的那一个方式。它不是自动的，它是主动的选择。打个比方，反应像自动贩卖机，回应则像一家安静的厨房。订单来了，主厨不会直接把食材扔进锅里，他会先看食材新不新鲜，想一想今天客人是谁，再决定用什么做法，什么时候下锅。同样的食材，因为加入了思考和选择，出来的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些情绪稳定的人，大脑就是这样运作的。我给你一个很具体的生活场景，开会的时候，主管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一份报告不太客气地放在你面前，声音大到隔壁都能听见，他指出了你某个你确实没做好的地方。绝大多数人会怎么样？脸一下子红了，心跳加速，声音发抖，脑子可能一片空白，然后要么本能的辩解，要么低头不说话。这就是反应。但那个情绪稳定的人呢，同样被当众指出问题，他的表情可能几乎没有变化，他会安静地看一眼报告，然后用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平稳的声音说了解了，我会针对这个部分仔细修改，明天下午之前给您一个更新版，干脆利落，不卑不亢。秘密就在这里，那个人不是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他绝对会有，但他在那股不舒服的情绪和自己要做出的回应之间留出了一个空间，他感受着那股情绪，却没有被他推着走。这就像你隔着玻璃窗看外面下大雨，你完全能感受到雨的猛烈和潮湿，但你的衣服是干的，你没有被淋湿，这就是回应。那短短几秒钟的间隔，就是一个人情绪成熟度的分水岭。那么这个能力要怎么练习？可以从今天就开始。下一次当你听到一句让你很不舒服的话，你的那股火气刚要上来，不要马上把话顶回去，先做一个最简单的动作，深呼吸一次，就3秒钟。在这3秒里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现在做什么样的回应对我自己是最有利的？你会发现光是这个动作，你的冲动反应就已经减少了一大半。好，到这里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层面的不同，从自动反应切换到主动回应，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那些真正在情绪上很稳定的人，他们的大脑还有一个更内在的习惯，你想知道是什么吗？第二个习惯，他们能从外部观察自己的情绪。你想想看，我们大多数人是怎样体验情绪的？我们是沉浸在情绪里面的。当我们愤怒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就是愤怒本身；当我们悲伤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就是那滩烂泥土。情绪和自己的边界是模糊的，粘在一起的。愤怒控制了我的身体，悲伤占据了我全部的意识，我被情绪吞没了。但那些情绪稳定的人不一样，他们同样感受着愤怒，感受着悲伤，但他们会把情绪和自己分离开来。心理学上把这种能力叫做自我观察。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在你的内心深处慢慢养出一个不吵不闹的安静的室友，他什么都不做，只是看着你。他就像坐在电影院最后一排，看着荧幕上正在发脾气的那个你，他默默地观察着你此刻的心跳、肌肉的紧绷、脑海里翻滚的念头。为了让这个感觉更具体，我们来打个比方，一般人看电影会完全沉浸到剧情里，主角遇险，他跟着紧张；主角被背叛，他跟着气愤。2个小时下来，感觉像是自己经历了那一切。但那个情绪稳定的人看电影时，他在体验剧情的同时，心里还有另外一个声音在说有意思。我现在感觉到我的心跳在加快，我的手掌在出汗。原来这个情节会触发我这样的反应。同样在看电影，一个人的体验是被动的，被剧情吞掉；另一个人的体验是主动的，在感受和观察。再想象一个更扎心的实际案例，你辛辛苦苦准备了好几个月的项目，今天宣布失败了，所有努力，所有熬过的夜都泡汤了。这时候一般人的脑子里会涌出什么？可能会是我是个废物，我什么都做不好，一切都完了。情绪、念头、自我评价全部搅成了一锅粥。但那个情绪稳定的人，在同样被挫败感击中时，他会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现在感受到了很强烈的挫败感，胸口有点闷，脑子好像也转不太动。这种情绪大概会持续1-2天吧。没关系，让他在这里待一会儿就好。他就像在观察一场路过的暴雨一样，观察自己的情绪。你感受到这个区别了吗？一个人被淹在了情绪里，另一个人却像是坐在岸边，看着河水涨起来又退下去，谁恢复得更快？显然是后者。这里有一个核心关键，我不是叫你不要感受情绪，恰恰相反，你要好好的去感受它，但目标是不要被它卷走，不要把情绪当成你的敌人，试图去压抑它，对抗它。你要把它当成一份数据，一份关于你自己的资料。我的身体在面对批评时，原来会有这样的反应。有意思，我的大脑在预演未来时会编出这种故事。发现了，当你开始像一个安静的观察者一样看待你的情绪时，一个神奇的现象会发生，情绪的强度会慢慢减弱。因为情绪这个东西很特别，当你沉浸在它里面时，它会变得更强，但当你观察它时，它会变弱。就像一个小孩子闹脾气在地上打滚，如果父母也跟着慌了，又哄又摔，孩子会越闹越凶。但如果父母就平静地站在那里，看着不说话，孩子自己哭累了，觉得没意思了，反而就安静下来了。你的大脑也是一样，当情绪风暴来的时候，不要挣扎，不要对抗，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它。风暴来了，大概几个小时后，它自己会过去。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它真的会更快地平息。怎么练习这个能力？最简单的方法，从今天开始，每天只问自己3次，我现在感受到的是什么情绪？然后帮他取个名字，不是含糊地说我心情不好，而是精确的命名，这是烦躁，这是不安，这是羞耻，这是无力。就在你命名的那个瞬间，那个观察者就已经诞生了。你已经从情绪的奴隶变成了情绪的观察员。第3个习惯，他们能很清晰地区分想法和事实。这个能力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活在自己的想法里，却以为那就是事实。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的主管皱着眉头从你办公室门口走过，看都没看你一眼，你脑袋里是不是立刻就冒出很多念头？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他是不是对我上次的报告不满意？他是不是在生我的气？我该不会被裁吧？然后接下来的2个小时，你坐立不安，工作效率下降，心情跌到谷底。结果呢？后来你一问才知道，主管只是早上没睡好，或者肚子不舒服，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你已经在心里承受了2个小时的完全不必要的压力。这就是典型的把想法当成了事实。我们的大脑是一个永不停歇的故事机，它每时每刻都在根据有限的信息编出各种各样的故事。问题在于，大脑编故事的能力太强了，而且它编出来的故事感觉太真实了，以至于我们几乎从不怀疑它。那个人一定不喜欢我，这次我一定会搞砸，他们肯定在背后说，我这些想法感觉起来就像是真的，就像已经发生的现实。但我们忘了，他们只是我们脑子里的一阵电信号，只是我们自己编的剧本。情绪稳定的人完全不是这样，他们深刻地知道一件事，想法只是想法，想法不等于事实。想法就像胃会分泌胃酸一样，大脑会分泌想法，有些想法是真实的，但很多是被扭曲的、夸大的，甚至完全虚假的。所以他们不会轻易相信自己的每一个念头，而是会退后一步去审视它，验证它。打个比方，想法就像手机里的天气预报 APP， 它说明天要下暴雨，很多人一看到这个预报，就像已经被淋湿了一样，开始焦虑，取消行程，心情变差。
但那个情绪稳定的人，他只把这句话当成一个预报来看。哦，他说明天下雨，但真的会下吗？不一定，也可能只是阴天。那我就带把伞放在包里好了，不下雨也没损失。他不在这个想法上消耗多余的情绪。再来看一个你我都能感同身受的场景。明天你要在一个重要的会议上做报告，你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然后你的大脑开始他的表演了。他开始播放一部叫《万一搞砸了怎么办》的片子。万一我上台脑子一片空白怎么办？万一 PPT 打不开怎么办？万一他们问的问题我答不上来怎么办？被大家笑话怎么办？这些念头像瀑布一样冲下来，让你心跳加速，翻来覆去睡不着。但请你冷静1秒，这些让你害怕的东西，他们现在是什么？他们只是想法，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是你脑海里的剧本，是你自己在吓自己。你的大脑把未来一个可能的分支当成了已经发生的现实。那个情绪稳定的人会怎么做？他也会躺在床上，他的大脑也会播放类似的恐怖片，但他会在心里对自己说，有意思，我的大脑又开始帮我预演最坏的情况了，这是在试图保护我。谢谢你大脑。但是请注意，这只是我的想法，实际会发生什么，只有到明天才知道。我现在需要做的不是跟着这些想法一起恐慌，而是睡个好觉，让我明天有更好的状态去应对任何情况。你看他和他的想法之间拉开了一段安全的距离，这里有一个你可以不断问自己的问题：我现在所相信的这个东西，它是事实还是我的想象？主管皱眉，这是事实，但主管在生我的气，这是你的想象，是你的解读。股票跌了，这是事实，但我的人生要完了，这是你的想象，是灾难化的思维。当你开始这样问自己，巨大的自由就会慢慢出现。因为我们生活中绝大部分的压力和焦虑，并不是来自那个客观的事实，而是来自我们对那个事实的解读。同一件事，换一个角度去解读，就可以是天壤之别。怎么练习这个能力？很简单，每当你感到不安或愤怒的时候，马上问自己，我现在认定的这些事实，有多少是真正发生过的？有证据吗？还是它只是我脑子里的一个想法？你仔细想一想，那个让你夜不能寐的担忧，在过去真正发生过几次？绝大多数时候，你会发现真相是那么平淡无奇，而你脑海里上演的是一部自己导演的大片。第4个习惯，他们几乎不把能量花在那些无法控制的事情上。我们来说实话，你回想一下你的一天，有多少次你在为一些根本改变不了的事情感到压力？天气太差了，路上堵死了，某个人的性格就是那样，大环境不好，这些事情哪一件是你能控制的？你能命令雨停下来吗？你能瞬间改变另一个人几十年形成的性格吗？你不能，完全不能。但我们却常常为这些事情烦恼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我们对着天气抱怨，在背后议论别人，看着新闻焦虑。这就像你站在海边，对着海浪发火，命令他们不许冲过来。海浪会理你吗？不会，你只是在白白消耗自己的心力。那些情绪稳定的人，他们的大脑里有一个很高效的过滤器，任何一件事进来，第一反应就是问自己，这件事我能改变吗？如果答案是不能，他们会在几秒之内就接受它，放下它，然后立刻进入下一个问题。好，既然这个我改变不了，那么在目前这个情况下，我能做的一件小事是什么？打个最简单的比方，下雨了，你没带伞，一般人会怎么做？他仰头看天，一脸厌烦，啊，烦死了，为什么偏偏在我出门的时候下雨？他的心情坏了。但雨还在下，而情绪稳定的人呢？他看看天，哦，下雨了，然后他选择要么找个地方躲雨，要么去便利店买把伞，要么就干脆在雨里走一走，然后告诉自己，下次记得看天气预报，就这么简单。谁更轻松？显然是后者，因为他只专注于自己能控制的部分，自己的选择和行动。在职场上这个习惯尤其珍贵，主管做了一个在你看来不太合理的决定，一般人的反应是什么？加入同事们的抱怨，这合理吗？这个决定太蠢了，然后花一整天在这份不平里，能量耗光。但冷静想一想，你能改变主管的想法吗？大概率不能。你能改变公司的决策吗？不能。那你剩下的还有什么？只有你自己能做的事。那个情绪稳定的人在听到这个决定后也会有不同意见，但他不会在抱怨上花时间，他的大脑会切换到，好吧，这个决定我不认同，但既然定了，我改变不了，那么在这个新的框架下，我能做到的最好结果是什么？然后他开始研究替代方案，做准备，动起来。几个月、1年之后，这种思维习惯的差距会把2个人送到完全不同的地方。一个人原地抱怨，另一个人一步一步往前走。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公式，生活中所有的事情只分为2类，我能改变的和我不能改变的。对于那些我不能改变的，
我选择放手，不在上面浪费1秒钟情绪。对于那些我能改变的，我才投入能量去行动。就是这样。怎么练习这个习惯？每当你有压力的时候，问自己，这件事我能改变吗？如果答案是不能，请你在心里做一个放下的动作，然后问，那现在我能做的是什么？立刻去做一件很小的事。就这一招，你生活中1半以上的压力就会像灰尘一样被抖落。第5个习惯，他们拥有一种很宽阔的大局观。什么是大局观？就是我们大多数人总是死盯着眼前的那一点事。今天被说了几句，感觉天要塌了；这个月业绩不太好，感觉人生完了；被朋友放了鸽子，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们把所有的感官和情绪都囚禁在当下这个小小的牢笼里。但那些情绪稳定的人，他们的思维正好相反，他们会习惯性的退后一步。想象你在看一张地图，普通人把地图放到最大，眼睛里只有自己脚下这一条街这一栋楼，所以这栋楼的一砖一瓦都显得巨大。而情绪稳定的人，他把地图缩小，缩小再缩小，他不仅能看到自己脚下的楼，还能看到整个城市，整个国家。他会问自己一个问题，现在这个让我痛苦的瞬间，在我整个人生版图里处在哪个位置？1年之后，这件事对我还有多重要吗？打个比方，想象你在爬一座很高的山，半山腰的时候，你被一块石头绊倒了，膝盖磕破了皮，很疼。那一刻，你觉得这块石头简直是世界上最可恶的东西。但当你忍着痛，终于爬到山顶，站在山顶往下看，你还看得到那块石头吗？看不到了。你的视野里只有山川和云海，那块让你火冒三丈的石头，已经变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小点。那些情绪稳定的人，就是那个努力让自己站在山顶上的人。他知道自己此刻摔倒了很疼，但他也知道，放在整个旅程里，这只是一个很快就会被遗忘的小插曲。来看一个很现实的场景，公司里你没得到晋升，你旁边的同事升了。一般人遇到这个心态会垮掉，我不被认可，我没用，我没有未来了。那个晋升失败，在他眼里就是职业的全部。但拥有大局观的人会怎么想？他会说，这次没上去有点可惜，也说明我还有不足，但我今年才30多岁，我的职业生涯还有好几十年要走，这次没成，只是这条长路上的一个小节点，我可以利用这1年多补短板，准备得更充分。1年后、2年后，结果自然会不一样。同样一个失败，因为看地图的尺寸不一样，一个人感受到的是泰山压顶，另一个人感受到的只是1粒沙的重量。这里的关键是时间轴，普通人的时间轴很短，只看到今天、这周、这个月，所以每一个得失都像是生死抉择。而情绪稳定的人，他的时间轴很长，他看的是5年、10年，甚至一辈子。他知道人生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短跑，今天慢一点，摔一跤，喝口水都没关系。方向对了，持续往前走，总会到达。一个项目搞砸了不代表职业生涯结束，离开一家公司不代表人生完了，被一个人拒绝不代表你就不值得被爱，这些都只是长长地图上的一个小点。怎么练习这个习惯？下次你压力大的时候，停下来问自己3个问题：1年后这件事对我还重要吗？5年后呢？10年后呢？你会发现生活中99%的烦恼，答案都是不重要。那既然1年后都不重要了，你现在何必把自己搞得寝食难安？把你眼前这件事画在你的人生画布上，当成一个小点来看。当你把视角拉远，你的画布如此广阔，有足够的空间去容纳任何一笔或好或坏的涂鸦。这样一想，每一件小事都会变得不那么沉重。第6个习惯，他们善于管理自己的能量。为什么有些人明明跟你一样忙碌，甚至比你更忙，但他看起来总是从容，精力充沛，而你却觉得自己像一块被挤干的海绵，还没到下班就已经精疲力竭，只想躺着不动。差别就在于能量管理。大多数人是怎么使用能量的？从早上一睁眼，能量阀门就开到了最大，刷手机、看群消息、看新闻、比较、担心、焦虑，大脑就像一台没有关机键的电脑，无数程序在后台同时运转，疯狂消耗电量。等到真正需要处理重要事情的时候，你的能量账户已经亮起了红灯。情绪稳定的人对待自己的能量，就像一个精明的管家对待银行里的存款。他很清楚，每天的能量额度是有限的，用1分就少1分，所以他会很谨慎的规划。这件事值得花能量吗？重要的、能产生价值的，他全情投入；不重要的、无聊的、毫无意义的消耗，他一毛不拔。再打个比方，能量就像手机电量，普通人早上出门满电，然后开着蓝牙 GPS 后台挂着10几个 APP， 屏幕亮度最高，时不时点亮看一下消息，到中午只剩30%，开始焦虑充电。而情绪稳定的人呢，他会关掉不必要的后台，把屏幕亮度调成自动，
只在需要时才打开应用，所以他到下午下班还有 60% 的电，足够处理真正重要的事。想象一个日常场景，上班挤地铁，有人狠狠踩了你一脚，崭新的鞋上一个黑印，对方连句对不起都没说就走了。普通人会立刻火冒三丈，然后在接下来10分钟里在心里骂对方，能量就这样白白流走了。而情绪稳定的人呢，他也会疼，但他会想，算了，他可能真的很赶时间，地铁这么挤难免的，3秒钟之后他就忘了，他的能量一滴都没有流失。谁到了公司之后状态更好？显然是后者。这里的核心是一个词，选择。不是所有事情都需要回应，只对那些真正重要的能让你人生变好的事情投入能量，其余的就让它像风一样过去就好。那么如何管理能量？很简单，就3步。第一步，每天开始时问自己，今天我要把我的能量花在什么地方，定好优先级。第二步，带着温柔的好奇心，观察你的能量都流向了哪里，不是评判，只是观察。比如刷了半小时短视频之后，你是感觉更充实了，还是更疲惫了？和某位朋友聊完天，你是觉得轻松了，还是像被抽空了？这些不是错误，它们只是信号，它们告诉你哪些是为你充电，哪些是在耗电。你不需要消灭后者，只需要在能量不多的时候，有意识地把注意力留给前者。第3步，充电。你不能只消耗不补充。高质量的睡眠、运动、做喜欢的事、安静地坐一会儿，或者只是散步，这些都是你能量账户的存款。6个习惯，6把钥匙，我们已经全部解锁了。现在让我们做一个安静的总结。第一，不反应而回应，在刺激和动作之间插入一个暂停，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第二，观察情绪，而不是被它淹没，在心里养一个安静的观察者，把情绪当成数据，而不是敌人。第三，区分想法和事实，清醒地知道你脑子里的念头大部分只是大脑编出的故事，不等于现实。第四，只专注于你能控制的，不能改变的放手，能改变的投入行动。第五，练习大局观，拉长时间轴，知道你此刻的痛苦放在漫长的人生地图上只是一个很小的点。第六，管理你的能量，只在重要的事上花能量，找到哪些是偷偷消耗你，也懂得如何补充自己。这6个习惯说起来不复杂，但知道和做到之间隔着一整个需要练习的距离。真正改变人生的不是今天听了多少道理，而是从明天开始，你愿意做的那一个小小的练习。所以不要想着全部做到，我们一个一个来。第1周只做这一件事。每当你感到烦躁或生气时，先深呼吸3秒钟，然后问自己，我现在怎么回应，对我是最有利的。第2周，在深呼吸的基础上，每天问自己3次，我现在感受到什么情绪，然后精确地命名它。第3周，当你感到不安时，问自己，这是事实还是我的想象？你会发现 90% 让你痛苦的东西都只是你的想象。就这样，一个一个练，不知不觉中，你的反应模式会悄悄改变。曾经让你暴跳如雷的事，现在你只会微微摇头；曾经让你彻夜难眠的担忧，现在你只会觉得它有点远。到那个时候，身边的人可能会惊讶地看着你，心里想，哎，这个人怎么变得这么稳了？但你知道，这不是天赋，不是魔法，这是你一点一点练出来的肌肉，是你在心里慢慢养出的一个习惯，那就是你未来会成为的样子。好了，这篇文章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在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上多了一个新的更温柔的角度，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但我更想做的不是单方面的讲述，而是听到你的声音。所以我想在评论区请你分享一件事，你有没有属于你自己的让内心稳定下来的小动作？或者今天这篇文章里有哪一句话让你感觉被轻轻接住了？不用是完整的道理，哪怕只是一个词、一个画面都可以。我会在评论区静静地看，因为每一个人稳定自己的方式，对其他人来说都是一份很珍贵的样本。我们一起练习，一起成为那个在风雨里也能安静站着的人。